婚礼接亲，未婚妻穿着婚纱坐上了男闺蜜的车。她说要载我去转转，顺道让我熟悉一下婚礼的行车路线。她心细吧？未婚妻撒娇地看向我，眼神里满是期待，想让我夸夸她那位男性好友考虑周到。可她雪白的颈肩，那抹隐约可见的吻痕，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眼睛。我猜她大概不只是心细吧，不然你怎么会带着她的项链呢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季言，你这是犯的哪门子浑？不就是条项链，你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未婚妻林晓一听，脸上挂不住了，气呼呼地伸手去捂脖子。我站着的位置，视线恰好掠过她领口，无意间看到了一片旖旎。这时，一条颇为眼熟的项链跳入视野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李云峰的项链。未婚妻经常念叨着高级定制的款式，表面上说是青梅竹马的朋友、男闺蜜，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似乎远不止于此。周围的亲朋好友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林晓面色难看，用力推了我一把，接着他满眼幽怨地瞅了一眼驾驶座上的李云峰。峰哥，你瞧瞧他，婚还没结呢，就开始疑神疑鬼的了。说话间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明言说的亲密。李云峰伸手在他肩上安抚了一会儿，然后下车向我走来。季言呐，小小能嫁给你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你可别不知好歹呀，多大点事啊，你就这样让他下不来台，赶紧给人道歉去。李云峰仗着自己身材魁梧，用咄咄逼人的口吻向我施压。我早已憋了一肚子气，当下翻了脸。我猛地推开挡路的李云峰，冲过去把那条项链拽下来，吊坠上还刻着林晓和李云峰的名字，中间是一个小爱心。哎，你们都来看看！我用尽全力将项链甩到了李云峰脸上。前来迎亲的哥们捡起项链一看，脸都绿了。还没结婚呢，就准备给人戴绿帽了呀？真把人当乌龟王八一样欺负呢！我的伴郎团兄弟们看不过眼，纷纷为我打抱不平，各说各的理。这时林晓却不乐意了，他跑过来挡在李云峰面前，不让我靠近。季言，我这婚纱刚好配这条项链，就借了他的戴一下嘛，一条链子嘛，你瞎嚷嚷个什么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峰哥好心帮我，反被你侮辱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林晓的爸妈更是蛮不讲理，直接上来对我一顿拳打脚踢。他的亲戚们也在一旁叫嚷，不就是一条项链吗？一个大老爷们计较这么多干嘛？我们小小和李云峰从小玩到大的，什么没互相借过？这新郎官真小气，没爹疼没娘教的人真是上不了大场面。我强忍着怒火，却被那些突如其来的谩骂激怒了。骂我倒也罢了，拿我去世的父母来说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，要是你家闺女结婚带着别的男人的定情项链进门，你们还能这么说吗？你女儿出嫁时也这样，你们还能笑得出来吗？我实在忍无可忍，对着最嚣张的几个人回敬了一番。紧接着我就被林晓的亲戚团团围住，伴郎们也被赶了出去。李云峰心疼地揉了揉林晓的手，林晓顺势依偎进他怀里撒娇。峰哥，我都说不想嫁给他了，你看他那样。林晓一脸无辜，紧紧贴着李云峰不放手。小小听话，你如果不嫁，哥哥怎么拿到那个东西呢？我保证，你先过去住几天，东西到手了，我就去把他那儿接你回来，好不好？他们俩亲昵之时，我被林晓的父母打得眼冒金星，估计他们以为我被打晕了，这才敢放肆说那些话。
原本以为林晓愿意嫁给我，是因为她真心喜欢我，万万没想到，他们的目标竟然是我家祖传的玉佩，价值连城。就在要订婚的前一晚，我把我家玉佩的事告诉了林小玉。我琢磨着，既然交往是为了结婚，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必要。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他就让爸妈忙活着筹备婚礼，催着我上门迎娶她。我当时寻思，反正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，就应承了今天去他家迎亲这事。结果呢，家里空无一人，反倒是在她那男闺蜜的车上瞧见了她。再一听他们嘀咕着怎么处理我的东西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盯上了我的玉佩，想转手换钱。这下我决定一步步反击。结婚证昨天就被他拽着去领了，现在反悔也是白搭，不如想想怎么好好利用这红本本。季言，醒醒！伴郎团被撵走后，李云峰押着我把婚礼的过场走了一遍。对小小好点儿，否则见你一回打你一回。李云峰临走前冲我撂下了狠话，本该喜庆热闹的婚房，现在却冷冷清清，只有林晓不停的数落声回荡着。季言，结了婚也别想对我随心所欲，没我同意，你别想碰我，听见没？我懒得理他那些叫嚣，从他眼前晃悠过去。可能是他突然想到了玉佩，态度一下子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老公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峰哥的项链我一直觉得好看，你也知道的吧，我和他真的是纯友谊。我停住脚步，盯着他看了半天，他到现在还没明白我为什么生气，言辞之间好像我这做男人的不够大气似的。林晓，不管和李云峰怎么样，你不该骗我，更不该利用我。他眼神闪过一丝慌张，随即又摆出平日里那副无辜的样子。演戏这活，他还真有点天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去给你烧水，你洗个澡，我帮你上药。林晓假惺惺地心疼起我脸上的伤疤，还想凑过来亲。别碰我！我抬手挡住了他凑过来的红唇。他一脸不解，你之前不挺想要的吗？怎么又拒绝了？订婚前有几回我都快到门槛了，结果都是我自个儿紧急刹车。他会娇滴滴地说我猴急，现在看着他这样，我只觉得倒胃口，特别是脖子上那明显的痕迹。我累了，你睡房间吧。他装出生气的样子，跺了跺脚，转身进了屋。等他进去后，我在隔壁启动了连接卧室的隐藏摄像头。林晓悄悄摸到我放保险柜钥匙的地方，拿走了钥匙，玉佩就放在里面。他小心翼翼取出来，又放了个假玉佩进去。不得不说，李云峰这家伙为了对付我，还真是费尽心思。峰哥，东西到手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林晓收拾好现场，给李云峰拨了电话，先把玉佩藏好，过2天跟他离了婚再卖。万一他发现了，你就假死。假死？他们真是想得出。假死？那药不会有事吧？峰哥，我怕。林晓一脸挣扎，声音微微颤抖。小小别怕，那药就是让人暂时昏睡的，有我在，你就放心演你的戏。对了，记得4个小时内联系我们，否则药效过了，不吃解药就糟了。记好了，4个小时以内我们会去接你。听完整个计划，我心里有了谱。他想借假死带走我的玉佩，还真是有2下子。或许是害怕林晓连续2天躲着不见我，而我也乐得不及。到了第3天，他实在憋不住了，一会儿试试我，想知道我那玉佩到底值多少钱。老公，我妈身体不太好，咱们能不能把玉佩卖了，给她买点药呢？你也清楚，我爸我妈一辈子的积蓄都快见底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林晓这回说话的语气
难得温柔的不行。搁以往，我肯定乐在其中，顺势就亲上去。但现在，他这明显是有目的性的讨好。行，你让你妈去买药吧，我找时间把玉佩卖了。我装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模样，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他稍微一愣，也不急着一时，等买完药，我再来跟你细说。吃早饭吧。瞧着他上钩的样，我巴不得马上看到他自食其果那天。问完想问的，他随便找了理由去见李云峰，我倒也无所谓。演戏吗？谁还不会？我知道他的打算是把玉佩交给李云峰，所以我故意提了句：“你帮我跟他道声歉，晚点回来不打紧。”这样一来，他能放心些，就不会费心思去琢磨那玉佩了。其实他拿走的玉佩是个赝品，真家伙，在我们领证前我就藏好了。那玉佩不过是诱饵，故意录给他看的。林小艺出门就是一整天，回来时已经过了傍晚5点。脖子上的吻痕，这回连遮掩都懒得做了。你那脖子上的印记，我盯着他脖子上的吻痕，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。林晓，新婚头一天你就给我戴绿帽子。我猛地拎起他的衣领，指着那吻痕，火冒三丈地斥责他。他跟预演过似的，开始装哭。家庭暴力呀！昨天才结的婚，今天就动手打人了。周围的邻居都被这动静吸引，探头探脑地看热闹。不出所料，他正打算玩一出苦肉计。我早和在医院的养父通好了气，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开始数落我：林晓，你这一天跟谁厮混，心里没数吗？我打你，要不要闻闻你自己浑身的风流味？我看着你就恶心，还会碰你。跟你的那位男闺蜜鬼混了一整天，满身是痕的回来，当我是瞎子还是傻子？话一出口，周围的人开始转而指责他，真是不知检点，结了婚还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，看看他那脖子全是吻痕。哎呦，还真是的，真恶心！林晓又羞又怒，冲过来揪住我的衣服不撒手。季言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？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就像疯狗，彻底失去了理智。我明白他的用意，索性将计就计。我故意放松警惕，被他用力一撞，摔倒在地。他自己也被吓了一跳，随后就晕厥过去。显然，他已经吃了那种定时发作的假死药。邻居们担心事态扩大，劝我冷静处理。谢谢各位的好意，我心里有数。各位请回吧。装死这种事，还是少让人知道为妙。家丑不可外扬。望着闭目装晕的林晓，我不免感叹，清纯的外表下藏着无数的心机算计。从知道我有玉佩开始，就和他那所谓的男闺蜜合计怎么坑我的钱。他给李云峰发送了服药的时间，我又岂会让他们得逞，抢占先机，不是吗？我联络了在医院上班的养父，请他派车来接人。算好了时间，林晓的爸妈和李云峰应该1小时内就能到我这儿。喂，爸，小小刚查出来得了种特别少见的传染病，现在已经走了，你们赶紧过来吧。医院的车已经到楼下了，你们快点过来见他最后一面吧。给林小爸打完电话，我把一切都准备好，敞着门等着。李云峰肯定和他们会一块儿来，不就是在演假死吗？那就演得像真的一样。老婆，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啊？医生，能不能让他家里人看他最后一眼呢？邻居见我穿着防护服瘫坐在地上，疑惑地问：小季呀，你爱人他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傍晚那会儿还精神得很呢。我挤出几滴眼泪，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。王婶，他得的是传染病，传染性很强的，
你们还是离远点好。呜，砰！王叔一看这情形，拉着王婶转身回家，哐当一声关上门，门被重重关上，发出响亮的声音。季言，你这戏演得差不多就行了，防护服别忘了结账哈。我那学医的朋友见人都散了，开始跟我开起玩笑。走走走，抬去医院，她那男闺蜜正往这边赶呢，不能让他们半路截住咱们。对了，记得让医生把她弄得难看点，特别是那脸，怎么吓人怎么来。正准备往医院去，李云峰的电话打进来了，好戏正式开场。季家的小小在哪儿？他怎么可能得传染病？兔子急了也咬人。哦，林晓的男闺蜜吗？怎么，你是担心自己也被传染上？你放宽心，你俩又没那个，传染不到你的，除非你和林晓有点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儿。我故意拖慢语速，套他的话，惹急了他，更容易露出马脚。你胡说八道，只有我和他睡过，小小怎么可能有病？你骗我！李云峰愣了下，反应过来了，但我已经把他的通话录下来了，随你怎么说，睡都睡了，反正人也走了，死无对证。你们再不来医院，我可就要签字火化了。我使了个眼色，让养父装作催促我去签字。季先生，快签字吧，高度传染源不宜久留。李云峰的电话还没挂，林晓的爸妈听见了，急坏了。小季，你别签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先别签，算妈求你了。林晓妈以前总是看我不顺眼，这次却是头一次向我低头。我没回应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就喜欢看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儿子，咱这样做是不是过分了点？虽然养父在医院工作，但为人老实，心地善良，有时善良的过分了。爸，我要是不这么干，今天进火化炉的就是您儿子了，是他们先算计我的。这时候你别心软，放心吧，不会真让他死，但他也别想舒舒服服活着。从养父收养我的那天起，我就发誓要照顾他到老，我不能比他先走一步。我瞥了一眼躺在手术台上的林晓，医生已经给他做过检查了，模样真难看。李云峰打了好多个电话来，我一直没接，时机差不多了，我随手按了接听键。季言，你这个混蛋，小小在哪儿？等他吼完，我这才开口。骂够了吗？没够就接着来。你们那么慢吞吞的，看来林晓也没那么重要吗？最后5分钟，你们再不来，我就按火化键了。终于，在最后一刻的紧要关头，李云峰和林晓的爸妈猛地冲到我跟前。小季，小小他没死，不能就这么烧了呀！林晓妈妈情绪已经崩溃，直接把底牌亮了出来。李云峰还在那儿硬撑着不松口，林晓爸爸板着脸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妈，我明白您心里难受，可大夫都说没救了，而且他染了传染病，得马上火化处理才行啊！我也难过，咱俩婚才结没多久呢。妈，咱们不能影响大局呀，这病万一扩散出去，会连累整个社会的。继续演吧，我看你能演多久。李云峰看我的眼神，恨不得当场把我解决了，那张脸委屈得跟吞了一火车皮苍蝇似的。季言，小小真的非火化不可吗？李云峰机灵，知道怎么抓我话里的漏洞，这得大夫说了算。我偷偷给医生同学使了个眼色，他心领神会，回答了李云峰的疑问。根据当前的检测结果，病毒已经被遏制，不会轻易传播，可以考虑治疗或放弃。但现在他的状况不太乐观。医生话音未落，林晓爸爸抢着说：“我们不放弃，我们自己找办法。”他激动地想拦住我，别按那个放弃治疗的键。爸，这是违法的，治疗挺好的，省心。
我保持着随时能把林晓送进去的架势。李云峰有点撑不住了，两眼冒火地走到我跟前。季言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他终于憋不住了，摊牌的时刻到了，时间确实不等人了。要是再不给林晓喝那能让他清醒的药，假戏真做就麻烦了。我装作一脸茫然，好像完全不知情的样子看着他，看他打算怎么编这个假死的局。你说吧，我听着。他没犹豫，凑近我耳边说出了真相。小小他是想给你个惊喜，提前吃了药，装死的。如果9点前没喝下让他恢复意识的药，他就真不行了。他这么做全是为了让你多在意他一点。季言，快叫人别动他了，他没死。我故作震惊又感动的表情。真的，他真没死，全是为了我。那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掏钱带人走啊！快点，耽误人家这么久。先给每个工作人员10万块封口费吧，不然怎么带人离开？我小声给李云峰支招，心想这回可得好好宰他一顿，不趁这时候捞一笔，我都愧对我这姓。林晓的爸妈一听还有这操作，10000个乐意，生怕林晓突然间真没了。收了钱，我给养父和医生使了个眼色，让他们撤。李云峰则从台上把林晓抱了下来，只见他从兜里掏出个小瓶，连忙给林晓灌了下去。出了门，我建议去城外的湖边。李云峰，你这药这么神，怎么他还没醒呢？对了，我听人讲，失去意识的人泡水里，求生欲就上来了，很快就醒了。他们怪异的眼神盯着我，半信半疑地问：真的假的？我心里有数。李云峰上钩了，真的有效。以前咱村就有人试过这招，我得叫上兄弟们帮把手，把他放到水里，林晓肯定一会儿就能醒过来。我的几个伴郎哥们赶到湖边时，一个个眼睛瞪得老大。老兄，大晚上你这是在湖里泡人呢？你媳妇她少啰嗦，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折腾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把林晓安置到了水里。季言，咋还不醒？你这办法到底靠不靠谱啊？李云峰有点急不可耐了。林晓的爹妈也是满脸焦虑，几分钟就催一回。急什么？没见林晓手指头动了动吗？林晓的手指确实是微微动弹了一下，他们一家子喜出望外地围了过来，打算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慢着，往后退，要想他早点醒，就别靠近，我再把他往深里放放。几人被我一喝，停下正要下水的脚步，退到2米开外的地方守着。我让兄弟们拦着李云峰和林晓的双亲，人都清开后，我独自一人，慢慢地把林晓推向更深的水域，眼看水就要漫过他的嘴，我注意到他的眼睫毛在细微的颤抖。我伸手一探，他那微弱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起来。我知道他已经恢复了意识，能听到我说话。林晓，装死挺好玩吧？他听完，眼睛没睁，但呼吸越来越急。他在抗拒、惊恐、不知所措，差一点你就真淹死了。要不是看你爹妈的面子，我早把你送下去了。那时候你应该有知觉吧？那滋味怎么样？害怕、恐惧？我用手轻轻捂住他的嘴，几秒后又松开。林晓终于睁开了眼，眼里满是对我的恐惧。季言，你这是谋杀！久未出声，他的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。他奋力挣扎，想从水里挣脱出来。省省吧，小心真淹死了，那可就成真事了。还是说，你还想再体验一次死亡的感觉？我笑着与他对视，手上的力度不断增加，将他往水下推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，我们离婚，你的东西我都不要了。季言，杀人犯法，你冷静一下。他没察觉身后有人，
我的身子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眼中的无助和慌乱都被我尽收眼底。哦，把我当成你和李云峰寻欢作乐的工具，挺有意思吧？对我的车做手脚，拿我的命开玩笑，偷我的玉佩，给我的饭下药，挺好玩的是吧？你们还打算制造我的意外死亡，然后卷走我所有的财产，这一切你觉得心安理得？林晓，我对你不薄吧？你为什么要和李云峰一起这样害我？林晓一脸惊愕，不明白我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。对不起，季言，我不是真心想害你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听了李云峰的鬼话，你就放了我吧，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。他无助地哭了起来，祈求我能放过他。以前我压根儿就不会去翻他的手机，可就在我告诉他玉佩的那个晚上，他表现得特别主动。平时死活坚持要等到新婚之夜，但那天他却异常的热烈。我以为我真的得到了他的心，没想到却发现他给我下了那种让人不行的药，而且我自己完全不记得那事儿。要不是我多了个心眼，在他洗澡的时候偷瞄了眼他的手机，我可能连自己怎么栽的都不知道，还得倒贴上所有的财产给他。你怎么会发现我下药？我故意猛地往他脸上泼了把水，水一溅上去，他就尖叫起来，啊！放开我！后面的人听到他的叫声，想冲过来，却被我的哥们给挡住了。明天民政局见，记得带上结婚证。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录音了，你和李云峰图谋不轨那事儿，我可以先不计较。不过，要是你们再动什么歪脑筋，我不介意再陪你们玩一轮生死游戏。我抬手示意，让人放他们过来。李云峰第一个窜过来，看到林晓满脸是水，立刻破口大骂：姓季的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哪需要泡水？你就是在报复我们。难得他脑子转得快了一回，我勾起嘴角，冷笑一声：李云峰，就你们能设局装死骗我，就不许我玩点新花样。对了，告诉你们一个真相，那玉佩在没领证之前我就藏好了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另外，你们之前干的那些事已经构成蓄意谋杀了，我手里有证据，包括你让林晓给我下药那档子事。别再让我见到你们，不然监狱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。林晓的父母过来时显得有点吃惊，我没打算解释，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家闺女是什么德行。哪家正经人会让女儿在结婚当天还跟男闺蜜搅和在一起？他们一家肯定知情，林晓和李云峰早就好上了，只是装不知道而已。兄弟们，撤！经过这一遭，我相信他们再也不敢对我耍花招了。把他们一家子扔在那荒山野岭里，我们哥几个带上所有东西，帅气的开车准备离开。季言，你们不帮小小脱困吗？李云峰是真傻吧？我好不容易才把他送进去的，还会帮着弄出来？哎呀！你们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？自己动手捞呗，这样感情才深刻嘛。不管他们怎么哭天抢地，我也绝对不会心软回头。第二天一早，林晓准时出现在了民政局。李云峰一脸杀气，恨不得亲手把我撕了。离婚手续办得飞快，期间我没和他说多余的话，倒是林晓看我的眼神满是欲言又止。我本不想理他，倒是李云峰沉不住气叫我了：姓季的，小小有话跟你说。你停一下。我听了，脚步稍微一顿，然后当作没听见继续走。季言，最后林晓还是憋不住喊住了我。我停下脚步，但没转身，他小跑到了我面前，眼神里带着委屈。季言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跟你为什么当时不阻止呢？为什么还要娶我？这话问得真逗。
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往后退了一步。现在他呀，离我近一点，我都觉得脏。就算我拦着，你不还是跑去和他睡了？难不成我还得把你裤子锁上？说到结婚，难道不是你们全家把我打晕，强迫我的吗？除了你，谁会在婚礼当天就跟别的男人混一块儿？哦，对了，嫁给我不就是你和李云峰合计好的吗？看我有玉佩，想吞了我的财产，但我可不是傻子，爱归爱，不能由着你们拿我的命开玩笑。林晓听完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变幻不定。李云峰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对不？我冷笑了一声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老子不听。有些人就是犯贱，失去了又觉得不甘心。林晓就是这样的人。后面传来了李云峰骂骂咧咧的声音，听那意思是拉着林晓去领证了。这样一来，咱们算是彻底陌路了。可没过几天，林晓提着大包小包站到了我家门口。邻居们不知道我们离婚了，还以为是小两口闹别扭呢，帮着他敲门，让我快开。那敲门声闹得我心神不宁，只好开门了。林晓的脸看着没一块好的，眼睛肿得老高，显然是受了不少罪。我们早离了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邻居们一听，很热闹，都站着看戏。季言，你收留我吧。李云峰他把我送到哪种地方赚钱？哪种地方？我瞥了一眼他的脖子，青一块紫一块，新伤旧疤交错，看这情况，挨打肯定不少。李云峰喜欢跟那圈子人混，我是知道的，没想到他会让林晓去帮他赚钱。你们之间的事跟我没关系，你走吧。我不想跟他沾上什么，谁知道有没有染上什么病呢？我本能的想关门，结果一个男邻居顶住了门框。小季呀，你看他怪可怜的，你就收留一下吧，反正也是自己人。你前妻嘛，能犯多大错？对呀，小季，我听说你以前可宠他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全是劝我让林晓进来的。有的说我无情，前妻都不帮一把，还有的说我是抠门，怕多张嘴吃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那男邻居说，你觉得他没错，那你收留啊，要么你现在滚，要么我马上报警。林晓本以为邻居的劝说能打动我，结果被我这一番反转吓得不轻，开始不停抹眼泪，那模样真是难看极了。呜，别赶我走，我知道错了。虽然他现在样子挺惨的，但身材还是挺吸引人的。不走是吧？行，等会儿警察来接你。我装模作样要掏手机打电话。男邻居看不下去了，眼睛直往林晓身上瞟。姑娘，你来我家吧，我一个人住，房间多得很。说完，林晓还真让他牵着手回家了。门一关上，我就知道又一个倒霉蛋上钩了。林晓眼里哪有半点真心悔改，全是不服和算计。那男邻居的眼神，明眼人都懂，就差写脸上了。不过各取所需，我也懒得管，只要不影响我就好。其他人看到这情景，捂着嘴偷笑着各自散了。我没报警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别再敲我的门就成。只是呢，接下来的那几天，他们的行为真是让我反感到极点。每天我一出门，准能看见一袋又一袋的垃圾堆在门口，根本不用多想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。起初我还以为这只是他们不小心扔错了地方，结果整整1个月，我家门口每天都弥漫着那股难闻的臭味，就没断过。那时候我真是忍无可忍了，于是我选了个早上，躲在门边，打算守株待兔。嘿，还真让我给等到了。那个男的正打算再次作案，我二话不说，一脚就把他踹飞了出去。
你一个大男人干这么缺德的事儿，就不怕老天爷收拾你？你再敢这样，我可真报警了。对了，我刚安了监控摄像头，你要是不信邪，尽管试试。那男的一句话没说，默默地收起手里的垃圾袋，瘸着腿灰溜溜地回他自己家了。这事儿实在太膈应人了，我琢磨着，算了，我还是搬家吧。于是我拿出了自己的小金库，给自己换了个全新的住处。搬家那天，我除了带上值钱的东西，其他一样没动。新主人住进来了，隔壁还没察觉换了个新面孔。有消息说，林晓又指挥那个男人干坏事，结果被新主人打了个半死。新主人背景不简单，举报了他们搞非法活动那档子事。林晓被抓后，一查发现竟然得了重病。那个和他混了几个月的男邻居后悔得直拍大腿。林晓被抓，李云峰也被牵扯了出来。原来他们早就不健康了，却瞒着病情赚钱，靠着林晓捞了不少不干净的钱，害苦了不少家庭。特别是那个邻居遭殃最厉害，身体垮了不说，生病后积蓄也被掏空了，连看病的钱都没剩下。老家的媳妇一听，马上离婚，带着孩子跑了。最后他无路可走，自己结束了生命。林晓的爸妈不知怎地找到了我的电话，求我保释他们的女儿。我根本不想见他们一面，对那些伤害过我祸害过社会的家伙，还想让我帮忙，好让他们接着害人。但他们居然找到了我新号码，说不见面就走极端。我琢磨着2条人命的事，万一闹出什么乱子，就说不清楚了。没办法，只好约他们在靠近警察局的咖啡馆碰头。小季，阿姨给你跪下了，救救小小行不行？林小妈说着，真就跪下了。林小爸一脸憋屈站着，他心里明显在斗争，既想救女儿，又不愿向我低头。周围喝咖啡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瞅，这一闹，我倒像是被架在火上烤了。小季，叔叔以前对你也不错吧？林晓是我们唯一的闺女，她要坐牢了，将来谁来给我们送终呢？你就帮帮忙吧，行不？林小爸用上了最低声下气的语气求我，但他没放下身段跪下。叔叔，这不是帮不帮的问题，明知有病还故意勾搭别人，害了多少家呀？他们犯的错，谁也不能代替受害者原谅，我也不能。就算我帮你们把他弄出来，受害者家属转天就能让他不得安生。俩老人苦苦哀求，怎么说也不听，我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我们被围得严严实实。为了避免影响人家生意，我无奈地带他们去了关林晓的监狱。看看吧，这是我能做的极限了，看完别再找我，咱们两清。林晓看到是我领路，又是激动又是哭得说不出话。季言，你来看我了，救我出去吧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我连个眼神都不想给他，催他爸妈快点解决。林晓见我不理他，情绪一下就崩溃了。救我出去好吗？季言，我那么爱你，救救我吧。一家人的哭声震得我耳朵嗡嗡响。林晓，何苦呢？从你和李云峰开始搞事那时起，你就和我无缘了。我转身离开了监狱，没有回头望一眼。后来林晓受不住监狱的煎熬，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，他选择了割腕结束自己，生命就这样匆匆落幕。自此，我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